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演员休息时都在干嘛？第一章我忍了，杨紫这章我可以笑一整天。演员在剧里或是腾云驾雾，或是爱得死去活来，恨得惊天动地，但是到了休息时却纷纷成了另一番模样。剧里剧外的反差不禁让人笑出声来。正经古板的唐僧会吸烟、开车，姚金玲自己补妆惊到对手演员，皇上吐槽女演员叽叽喳喳，各种各样的幕后故事堪比喜剧大片。尤其是杨紫剧外的一张图更是让人忍俊不禁。本文信源来自权威报道，未提升文章可读性，细节可能存在润色，请理智阅读，仅供参考。作为虐剧专业户，杨紫在剧里各种撕心裂肺的哭戏看得人心生怜爱，忍不住为剧中人的命运走向感到悲痛。但是剧外的杨紫却是开心果一样的存在，她会接梗自嘲自黑，失误时也能逗笑一大片观众。有一次对戏时，杨紫拿起道具看了看，没想到轻轻一拿就断了，杨紫顿时惊呆。对手演员拿着剑开玩笑说，没了这个东西剧情就进行不下去了。杨紫一边拽英文一边道歉，但后来花絮放出来之后才知道，原来是其他演员在拍摄过程中不小心弄断的。其实这样的失误不是一次两次了，他变魔术时的失误更搞笑。有一次他在台上帮一位魔术师表演时，魔术师把一副牌摆好递到他手上，一边递一边不忘嘱咐他拿好。杨紫呆呆的照做，结果没想到下一秒牌就四散开来，像雪花一样一片一片掉在地上。站在台上的魔术师瞬间石化，生无可恋的样子比魔术还要精彩，而杨紫只能歉疚的尬笑两声。原本以为这次只是偶发事件，看了另一次魔术表演后，才发现原来他魔术界克星的称号名不虚传。在一档综艺节目上，杨紫又一次被邀请为魔术师助演。由于前一位助演嘉宾展示过无法抱动前面的盒子，正当众人猜测是真是假的时候，杨紫一上场直接就给抱起来了。原来这只是魔术师安排的一场障眼法，助演嘉宾需要帮他演出搬不动的样子，事先一定没告诉过杨紫，一场好好的魔术瞬间进行不下去了。杨紫搬起来之后，好似瞬间明白了什么，和旁边的魔术师尴尬的面面相觑，那场面不要太好笑。作为由4大名著改编的经典神话剧，出版《西游记》拍摄时可谓是吸引了全国观众的目光。虽然那个时候技术不发达，但是依旧吊打后来拍摄的多个版本的《西游记》。除了剧组拍得很用心之外，演技精湛的演员也是功不可没。他们的演技妙到什么地步呢？看完剧外的他们，即便是穿着戏服，你也完全想象不出来这是同一个人。剧里奇形怪状的妖怪凶神恶煞，剧外却是憨态可掬，顶着妖怪头打着电话，还颇有礼貌的来了一句。要说剧里最正经古板的角色，那唐僧肯定是当仁不让，但是剧外他却是个叛逆的小伙子。当导演让工作人员不要拴马，剧里的马有神性不会跑时，他却不合时宜的来了一句，可是现在拍戏的时候他能跑啊，然后哈哈大笑。本来正经的唐僧这下成了搞笑大王，不仅如此，他还穿着袈裟野外开启了摩托，那酷酷的样子简直和剧里截然相反。《西游记》里最让人困惑的一点就是沙和尚的宝箱了，他不管走到哪里都要担着担子，这不禁让人困惑，担子里有什么呢？看了花絮，沙僧从中拿出了一罐勇闯天涯，才知道原来这是灵石铺啊。《西游记》的花絮和正片一样堪称经典，类似的反差感图片数不胜数，甚至师徒几人还都被拍到吸烟来着。尤其是柔弱书生唐僧吸起烟，看起来能撂倒8个大汉。
看多了内娱好几个工作人员围着一个明星转，为其补妆保持完美形象的场面，再看 TVB 的剧组花絮，还真是有些不适应。尤其是在宫心计的花絮里，不管大小演员几乎都人手备一个粉扑。当时拍摄的时候应该是在夏季，厚厚的戏服穿在身上很容易就出汗毁妆了，所以需要演员时不时的补一下妆。杨怡在剧里虽然演的是坏女人，但剧外却是非常可爱。因为演员要自己补妆，她为了方便，甚至把粉扑藏到了自己的裤腿里。当她伸手从下面掏出粉扑时，坐在旁边刚补完妆的陈豪都被惊到了，真的是大大咧咧，无所畏惧。一部《还珠格格》不知道是多少人的青春回忆，剧中的他们潇潇洒洒，剧外的他们却是各有各的搞怪之处。比如一向严肃的皇阿玛，和面如寒霜的老佛爷，戏外竟然套着军大衣和钱儿坐在一起闲话家常。老佛爷手还揣在前面，带着笑意，俨然就是慈眉善目的老太太。而皇阿玛呢，可能太冷了，还在自己的半光头造型上戴了一个黑色的围巾。钱儿则一脸乖巧地看着旁边两位聊天，看起来十分和睦温馨。剧里的皇上稳重大气，剧外的皇上着实让人诧异。他不仅在和紫薇、小燕子合照的时候展开双臂做出搞怪表情，还开起了车，让人瞬间觉得自己是在看穿越剧。作为爆了10年一部经典古装剧《甄嬛传》，直到现在都有不少热梗频频出炉。好好的一个宫斗片，被人玩成了千百种花样，可见剧情多么吸引人。当然，它不仅剧情吸引人，就连花絮也是让人看得停不下来。剧里身份高贵的皇上可是众多妃子又敬又怕的对象，但是剧外的皇上倒是人人都能惹。你看胆小的安小鸟就敢随随便便摸皇上的大氅，还评价道：“小雕真不错。”皇上吐槽华妃化妆之后变老，华妃也毫不客气地来了一句：“因为要配你啊。”剧里场面大，演员多的场景也十分多见，但是每到现场看到一大群妃子在旁边叽叽喳喳的时候，陈建斌这位皇上就忍不住烦躁了。这么多女人真吵死了。原来他在剧中总是一脸烦躁的样子，是真情流露啊。也不怪他烦，不仅妃子多声音多，连经常有对手戏的皇后也给他添了不少烦恼。众所周知，蔡少芬的普通话是要多烂有多烂，而和他对戏的陈建斌一边听一边要正常演戏，时常因为蔡少芬的普通话被逗乐或是接不上话。我这几天光拍床上戏了，一会儿台上来一个，一会儿台上来一个。还有一次妃子们侍寝的戏集中拍，身为皇上的陈建斌看着抬进来又抬出去的一个个妃子，整个人都麻了。想想在床上的皇上和一个接一个的妃子对戏的场面，就让人忍不住发笑。不过即便是经典如《甄嬛传》，刚开拍的时候也是被吐槽的体无完肤。首先就是长得像中老年的陈建斌，完全没有比不了之前宫斗剧中帅气逼人的皇上，而演妃子的各个主演也是轮番被吐槽长得老。别提附近还有一众年轻演员在拍翻版的《还珠格格》，更是让受伤的四大爷觉得剧播得好的概率渺茫。没有办法，四大爷只能自己鼓励鼓励，绝对不能比这帮后生们播得差。没想到一语成谶，多年之后《甄嬛传》仍在被人津津乐道，而新《还珠格格》则除了主演之一的赵丽颖之外，几乎都没什么热度了。演戏毕竟只是一份工作，剧里剧外的演员们很多在形象上是完全不同的。剧外的这些趣事和剧里的剧情往往反差感大，给观众带来不少的乐趣。